这是一般的双圆盘扫拖机器人，拖过去只能把蚝油均匀抹开，无法处理。好，谢谢示范。而这是科沃斯 T80 Omni 洗地机器人，开过去一条直接干净，整片蚝油也没问题。等等，怎么感觉这个开场已经用了？没错，各位，科沃斯正式下放滚筒洗地技术到超值 T 系列啦。在画面上的这台就是科沃斯最新的 T80 Omni， 最近在我们社团讨论度超高啊。最大原因就是科沃斯直接把滚筒洗地技术下放到自家最热门的中高阶 T 系列上面。你看，它也采用了滚筒洗地模组。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滚筒洗地的朋友，现在心中最大的问题，滚筒到底强在哪里？简单来说，上一个世代的机器人在拖地上采用的大多都是双圆盘拖地模组，它靠的是这两片拖布在吸收脏污。这种形式的机器人需要靠着不断回去洗拖布，保持布面干净。那只要脏污超标，基本上就会变成以脏拖脏，就像是抹布擦满之后要马上拿去洗一样。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科沃斯就在自家旗舰 X8 Pro Omni 上面首发了自家的 Osmo Roller 恒压活水洗地技术。他们直接把洗地机塞到机器人上面，强在哪？我们这边直接做一个简单没有任何难度的地狱测试，你看就懂了。我们再次准备了万家香极品香菇素蚝油，直接给它原汁涂满整个滚筒。好，接下来我们启动 T80 Omni 的滚筒模组。你看 T80 Omni 不用回家洗拖布，它只要在原地就可以把蚝油处理干净，大约几秒的时间，滚筒就已经洗干净6-7成。再让它转一下，好，你看，大概已经有个8成的干净度了。而这一切的秘密就是科沃斯这套洗地模组拥有一套活水循环系统。我们把滚筒拿下来，仔细看 ，T80 Omni 它会透过滚筒模组的这8个孔补充干净的水。接着，科沃斯在洗地模组内侧加上了金属刮条，透过这个精巧的小设计，就可以把滚筒上面的脏水、脏污全部刮下来，回收到这条过滤槽。最后，在车尾这里，科沃斯设计了一个污水箱，所以脏水和脏污都会被回收到这里。机器人回家的时候，就会自动把脏水排空。没错，这就是为什么科沃斯这套方案关注度这么高。滚筒最强的地方就是它不只可以把地板洗干净，重点，滚筒自己还会把自己洗干净，所以不需要一直回家洗拖布。除此之外 ，T80 Omni 这次也下放了各种旗舰功能。比如说智慧复拖，也就是当系统辨识到地板太脏的时候，机器人就会马上加强处理，在重污区域自动洗地2次，然后马上回去用热水把整个模组洗干净，再回来拖1次彻底干净。所以总结一句话，洗地机器人最强的地方就是它在洗地的时候，同时就在把滚筒洗干净，所以才能通过整片蚝油地狱测试，的确可以像无底洞的处理地狱级脏污。那以实际体验来说，最有感的就是宠物家庭、有小孩的家庭。然后社团上很多人分享的是灰尘很多的家庭，像是透天1楼或是大楼很多灰尘，这些是传统方案很难做到干净的场景。那洗地机器人就可以大展身手。反正2025你在意拖地的朋友，请选洗地机器人就对了，可以说是最新的扫拖机器人黑科技无误。对了，还是要提醒一下，你刚刚看到的蚝油地狱测试，只是要跟大家展示它可以源源不绝的处理脏污，在家千万不要模仿，你妈会打你啊！而且现在的洗地技术还无法处理固体脏污。对，不要拿去吸泡面、打翻了红豆汤等等，千万不要。它现在就是一个可以把地板拖到超级干净的技术。接下来依照惯例来帮大家整理科沃斯 T80 Omni 的主要亮点。首先 ，T80 Omni 在吸尘模组上居然直接塞了跟旗舰 X8 Pro Omni 同级的18000帕超大吸力风机，扫地的干净度基本不用担心。拖地上前面介绍过了，就是旗舰下放的 Osmo Roller 恒压活水洗地技术，每分钟可以达到200转的超高转速。不过在出水孔上略有差异 ，X8 是16孔出水 ，T80 是8孔出水。然后对地压强 ，T80 Omni 是3700帕，而 X8 则是4000帕。对地压强是什么意思？简单说，传统的旋转拖布就像是你用整个手掌去擦地板，力道会被平均分散。而滚筒因为接触面积小，只有画面上这一小小条，所以力量集中，更像是手指头压着抹布去擦，这也是清洁力比圆盘更好的原因。那这2个指标 ，X8 的确略好一点，但 T80 其实在实物上也完全不逊色。反正选购建议我们测完最后再说。而在臂障上 ，T80 Omni 也是旗舰礼遇，包括用上了嵌入式 Mini D Tough， 所以可以做到更薄的9.8公分薄型设计。臂障上也采用成本更高的3D 结构光沿边感应器，再搭配视觉臂障，并且这代还加上了补光灯模组。反正 T80 Omni 就是全部都有，塞好塞满。
比较特别的是 ，T80 Omni 这次在边刷上也加上了全新风刀结构的防缠绕设计，透过一长一短的边刷结构，让毛发没有地方缠绕，那就不会缠绕了嘛。贴边上 T80 Omni 有 True Edge 灵系 2.0 双横贴边技术。第一个贴边就是边刷贴边，但这台的边刷不是采用传统的伸缩边刷方案，这点我们实测见真章。第二个贴边就是拖地贴边，你看机器人在靠墙拖地的时候，滚筒模组就会自动伸出来，靠着墙壁拖地。此外，这组滚筒也支援10 mm 抬升，遇到地毯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抬升，避免弄脏。这次也有先扫地毯的选项，所以机器人会在还没弄湿滚筒之前，就先去把地毯扫干净，做到完全干湿分离。接着，我们看到 T80 Omni 的家拥有包括自动集成、自动帮扫地机器人的水箱补水、自动排空屁屁的污水箱。再来，我们上热成像，这次 T80 Omni 的基座也支援了最高75度的热水洗拖布，并且也有智慧温控的设计，系统会自动辨识刚才拖哪里，然后在40到75度之间智慧调控水温。洗干净之后，系统会自动用45度的热风烘干滚筒和底盘。不过，这台最大的重点就是这次科沃斯的开价极度有诚意，首购只要搭配活动和回馈，大概2万4上下就有。还是那句话，我就喜欢这种不用包装的诚意，用价格来服人就对了嘛。好，看完所有的重点还不够，在邦尼的频道到底有多强，实测了才是最准。我们也就不废话，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直接把再次更新的15项地狱测试全部请出来，测试全程录影，结果摆在眼前，优点缺点一个都不放过。对了，不管你是要买、想买，还是已经买扫地机器人，现在就加入邦尼扫地机器人社团，目前已经有超过31000位版友加入。现在就直接扫 QR Code 加入台湾扫地机器人讨论区，或是直接看资讯栏或置顶留言就有连结咯。我们还是先从基础效能看起。T80 Omni 本体采用主流圆形设计，并且在本体和基座上都采用了从头到尾的全白配色。T80 Omni 可以非常轻易融入家庭环境，并且这次机站体积不大，整机的质感还是稳定在线的。而在定位方案上 ，T80 Omni 采用旗舰同款的嵌入式 Mini DToF， 可以快速做到整个空间的侦测，并且因为消灭了顶部凸起来的 LDS 雷射头了嘛，所以 T80 Omni 在塞入滚筒的前提下，整机也只有 9.8 公分。而在臂障上，我们直接上再次升级的红外线摄影机。科沃斯在 T80 Omni 给的规格也相当豪华，包括用上了 3D 结构光模组，同样有沿边感应器，所以可以稳定的贴边运作。并且 T80 Omni 同样拥有视觉辨识模组，这次还加上了补光灯，在昏暗空间会自动开启，所以视觉辨识会更加精准。像是看到什么要完全避开，什么可以更贴近，碰到没关系，就是靠视觉辨识。另外，透过这组镜头也可以做到视讯通话，所以你也可以开着机器人在家里面巡逻。另外，科沃斯设计在第一次使用时，一定要按机器上的按键才能启动视讯，连线也会需要独立的密码，所以安全性设计也有，不想用不要启用就好。机器人本体配有成盒、隐藏清水箱以及可拆卸的污水盒，但机器人日常就会自动补水、自动排空脏水，所以不用管它，定期把小污水盒冲干净就可以了。对了，如果要把滚筒拿下来，先按2下电源按键，等滚筒伸出来之后，就可以按一下卡扣取下来了。接着就往下看，科沃斯 T80 Omni 采用了新版的防缠绕滚刷，官方叫做 3V 气旋防缠结构。简单来说 ，3V 就是 V 型的刷毛、V 型的主刷结构以及 V 型的气旋梳齿结构。当毛发被吸入之后，就会自动往 V 型的中间靠拢。当滚刷高速旋转的时候，头发就会被主刷后面的梳齿结构扯下来，上面的毛发就会自动分离。我这边也直接丢一些头发到洞口，你看，头发就会自动分离下来，就是这么简单。此外 ，T80 Omni 也有很精细的50档水量调节。那守则还是一样哦，水量不是越高越好，请从最低档测试，不够再慢慢往上加，这样就不太会有水痕。而如果是宠物家庭，灰尘污渍很多，那才建议开更湿，的确可以拖更干净。另外记得打开智慧附拖以及 AI 污渍清洁策略2个选项，就可以做到智慧附拖。另外，回洗频率可以选智慧档，让系统自己判断即可，因为滚筒本身其实就一直在洗了。另外 ，T80 Omni 也有沿地板方向清洁的功能，木地板推荐开启，
降低缝隙摩擦，也比较不会吵。对了 ，T80 Omni 是没有 OK Eco 的，所以主要就是透过 App 操作。但 T80 Omni 就能绑定 Matter 或是 Google Home， 可以做到基本的智慧家庭语音操控。最后，我们看回基站，平常只要把干净的水装进清水箱，而机器人产生的所有脏水都会自动被回收到旁边这个污水箱，扫完把脏水倒掉即可。那这台是没有自动清洁液的功能，所以如果要加的朋友，直接依照比例加进清水箱即可。但 T80 Omni 的拖地其实很强，不一定要再加，因为回家也有热水洗，其实就很干净了。底盘也是可以整个拿出来的设计，水龙头冲一下就干净，然后滚筒也会自动把清洗的位置洗干净。除非你跟我一样会有宠物的毛跑进去，要定期清理，要不然一般家庭通常是几个月，甚至半年、1年才稍微冲一下就可以。好，重点讲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再度更新的全新15关实测环节。第一关，清洁力测试。我们准备了3个家里常见的打扫大魔王，分别是饼干碎屑、瓜子壳以及红豆各10克，总计30克的测试物，分别代表小脏污、常青垃圾以及圆形有重量的垃圾，可以观察机器人是否可以扫起来、吸起来。然后圆形就是喷飞大魔王，可以观察边刷会不会把红豆喷走。好，开始测试。可以看到 T80 Omni 虽然这次采用加长的边刷，但在颗粒物清洁策略下，它会自动降低整机速度，降低弹飞。虽然较轻的红豆多少有弹飞问题，好在大多都有回收回来。测试完成，我们来最后称重。T80 Omni 原本30克，实测回收达到 29.1 克，回收比例达到 97%， 也是达到前段表现。第2关来到角落清洁测试，因为 T80 Omni 改了边刷设计，所以这算是我最好奇的测试重点。我们同样控制了10克的饼干碎屑，平均铺在墙角测试。可以看到 T80 Omni 在经过墙角的时候，系统会稍微停留一下，然后这个新的风刀边刷的确可以把碎屑尽量喷出来。其实边刷贴边的原理就是要先喷出来，才有机会吸起来。但这个新的边刷并无法做到完全贴到墙角，会有一小条缝隙。经过我们实测，原本10克的饼干屑回来的有9克左右，回收比例达到 9.04%， 表现相当不错，但没有突破 X8 Pro Omni 的超强纪录。但对比一般的圆形方案大概60%，伸缩边刷大约80%到85%的回收率。这次 T80 Omni 拿下大约90%的回收率，以没有伸缩来看，算是超越预期了。第3关，我们来测清扫时间。这次我们同样把不同组合的测试结果做成表格，更加一目了然。补充说明，在这个空间面积中，大多数高阶机器人大约花费5分钟左右完成清扫。而经过我们实测 ，T80 Omni 无论是开灯还是关灯，都可以在5分钟左右完成清扫。反正科沃斯采用的 Mini D Top 加 3D 结构光方案的好处，就是开关灯都不会影响清扫的时间。第4关，头发缠绕测试。新版测试会分成短发组以及长发组进行测试，但我们的短发其实不短，设定在40-50公分，长发则是设定在70-80公分。我们先来实测40-50公分，把地板整个铺满。测试开始。经过我们实测，50公分组 T80 Omni 完全没问题，只要持续运作，毛发就会慢慢从滚刷上分离，最终打扫结束时几乎没有毛发残留。50公分组过关。接着我们把强度拉高，测试80公分魔王关，整地都是稍微打结的长发。测试结束，打结这种就真的没办法，少部分还是会留在滚刷上，不过在清理上还算容易，你只要稍微往旁边推，整个就下来了。好处是不用剪刀，反正家里一般不会有这么严苛的环境啦，这边就是要测极限状态。那因为梳齿方案的原理就是要让它持续运作，所以大概让它扫个半小时、1小时就会自己解决，日常量都会被分离，所以看到也不太需要去清，反正就让它自己解决，不用太担心。第5关，障碍物测试。接下来直接开测，在开灯之下可以看到，机器人同样会先沿边缘清扫，然后系统也会透过伸缩滚筒把边缘拖干净。而在避障表现上，在开灯的情况下，科沃斯的万物贴边已经很成熟了，包括地板上的充电线、延长线、宠物便便全部过关。然后圆形柱状物的绕边表现也很不错，
并且不得不说，科沃斯这套打磨2代的万物贴边算法真的有点料。连这种玩偶在判断可以大胆贴边之后，就会超贴着玩偶绕一整圈，而宠物便便就会自己闪远一点，精准的在便便旁边绕一圈。第6关，接着我们关灯再测一次。喜欢看红外线画面的朋友，这个环节也可以一起来观察 T80 Omni 的感测模组表现如何。可以看到，当环境变暗， T80 Omni 的头灯就自动亮起来了。在关灯的情况下，地板上的充电线、宠物便便都可以过关，没有骑上去或缠绕。延长线、圆形柱状物一样 safe。不过还是要提醒，不管是宠物便便、充电线都是保险，在打扫前最好都还是巡一圈，地板也一定要收一收，卫生纸啦、线稍微收一下是最好的。目前我测过几十台机器人，避障功能都是降低卡住的几率，不要完全不收就扫。第7关，我们来实测拖地的魔王关。先前一般扫地机器人都是测风干酱油渍，但这种强度对 T80 Omni 来说完全没压力，所以我们把蚝油弄满地板，一般机器人会抹开的程度。好，谢谢再次示范。T80 Omni 出动，来把残局收拾干净。轻轻松松啊，反正拖地就是选洗涤机器人就对了，不用犹豫。第8关，噪音测试。我们说过，只管吸力不管噪音的设计就是在耍流氓。这边直接上表格 ，T80 Omni 总共有4档，再静一下可以达到59分贝。看到第4档超强，就是可以达到72分贝，18000帕不是假的。设定上，我个人建议其实选标准，然后再开启地毯增压就非常够用了。毛小孩家庭再选到第3或第4档，因为你平常开到最强不会干净多少，但很伤电池。第9关，续航。我们新版的机器人测试了统一标准，同样的空间连续清扫可以完成22次的清扫，这个续航对应大坪数来说也算够用。更大坪数，机器人也有断点续扫的功能，回家充好电再继续扫完。第10关，充电测试。T80 Omni 从 15% 开始充电，大约耗时4个小时完全充满。此外 ，T80 Omni 也有离峰时段充电的功能，只要打开节能充电，就会等到设定的时间再充电，电费多少省一点。第11关，拖布清洁测试。我们就直接魔王关，我们把整个滚筒泡进酱油加酱油膏的污水中。这是 Before 原本干净的滚筒 ，After 脏掉的滚筒。接着，我们让 T80 Omni 用75度热水洗，结果出炉，干净度没问题。第12关，基座集成测试。我们一样30克的混合杂物，加上塞满半满的狗毛，开始集成。来看结果 ，T80 Omni 的集成效果也没问题。第13关，地毯测试。你看，当机器人遇到短毛地毯的时候，屁股的模组就会自动抬高10 mm。但我更建议开启先扫地毯，在滚筒还是干的状态就上去扫，做到完全干湿分离。最后第14关，乐杖测试。官方标示乐杖高度为20 mm， 直接上实测。T80 Omni 1公分的坎 OK，2 公分的坎也可以，没问题。但门槛比较高的朋友，还是建议买机器人专用坡道会更好。最后的最后一关，我们来实测卡机器人大魔王，也就是 IKEA 躺椅。这边直接看实测画面，没有卡住，过关。好，竖向测试结束。整体来说，这次 T80 Omni 就如同我们预期的相同，旗舰同款的大吸力，扫地完全没问题，防沙让也经过升级，扫地依旧是科沃斯已经很成熟的拿手项目。而这次下方的 Osmo Roller 恒压活水洗地模组，虽然规格上与大哥 X8 Omni 稍有差异，但其实也已经超强，相较起传统拖布方案还是有跨代性的提升。最大的差异是 T80 Omni 在拖地的时候，也在把滚筒本身就洗干净，对地压强3700帕，把顽固脏污带起来也够了。我觉得还是一样那句话，在意拖地就选洗地机器人。最后来到选购这一部分，我觉得非常明确，极度在意拖地
地板很多灰尘、很多脏污，需要自动添加清洁液功能，需要 OK Eco 语音助手。那更高阶的 X8 Pro Omni 的确会再更强。那除此之外的朋友，很简单，就是 T80 Omni 即可。除非你预算有限，要不然 T80 Omni 真的非常能打。真的要说缺憾，就是没有自动添加清洁液，但对一般家庭来说，不用加其实也就够干净了。最后的最后 ，T80 Omni 的尺寸我也直接帮大家量好了，打出来在这里，我都有帮大家多抓1公分左右的公差，要做柜子的直接参考就可以。另外要记得预留 T80 Omni 超出基座的部分，通常建议机器人的前端可以超出柜子，更容易定位。好，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如果你想要看洗地模组更详细的硬体构造和原理，我们在 X8 Pro Omni 的影片有详细解说原理了。节目的最后也欢迎搭配观看。今天又是一则超完整机器人评测，希望你看得开心。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集我们也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中实测最多内容。如果还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也记得加入帮你的扫地机器人社团，有任何选购上的问题，想要知道的问题，都欢迎在上面一起讨论啦。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喽。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帮你，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帮你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